哎，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就是把比如说树莓派的 SD 卡，或是其他 Linux 系统的硬碟，很兴奋的插上 Windows 电脑，结果怎么读不到？完全没反应，好像变成一块砖头一样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搞定这个很多人都遇过的难题，一步一步带你用 Windows 内建的超强工具，也就是 WSL，来轻松读取 Linux 的 Extra4 档案。对，问题的症结点就在这。Windows 跟 Linux 他们用的档案系统根本就不一样，所以 Windows 预设是完全不认得 ext4的。可是你看，我们身边有超多装置，像是路由器 NAS， 还有一大堆开发板，它们的储存装置通通都是 ext4格式。那如果我想在 Windows 上直接读写这些磁碟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以前呢，我们可能要去装一些像是 ex2fsd 这种第三方的驱动程式，或是用 Disk Genius 这类的磁碟工具。不过说真的哦，这些方法有时候不太稳定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更棒、更现代，而且还是官方内建的解决方案，直接用 Windows 11里面的 WSL。好的，那第一步当然就是要先把 WSL 给叫醒。你别担心，整个过程超级简单，基本上就是抄几个指令就搞定了。我们会一步一步来，你可以跟着做。首先记得哦，要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来开启 PowerShell， 这个很重要，不然权限会不够。好，我们要下的第一个指令就是 WSL-install。这个指令真的超方便，它会自动帮你把所有幕后麻烦的设定都处理好，启用所有 Windows 需要的功能，然后下载并安装预设的 Linux， 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Ubuntu。安装好之后，最好马上接着输入 WSL-update。这就像是帮你刚装好的 Linux 核心做一次更新，确保你拿到最新的功能，还有最好的效能。这对我们接下来的操作还蛮关键的。接着，我们要来确认一下版本，输入 WSL-list-rebos。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列表，请你务必确认 Version 那一栏显示的是2，因为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个挂载磁碟的功能是 WSL2 才有的杀手级应用哦。最后一个设定指令是 WSL-shutdown。这听起来好像是关机，但其实在这里它更像是一个重启的概念，是为了让我们刚刚所有的更新和设定都正式生效。执行完这个，我们的准备工作就算大功告成啦。好了，我们的基础环境已经就绪，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这份说明的核心重头戏，把你的 X4 实体磁碟接到我们刚刚建立好的 Linux 环境里面。OK， 现在请拿出你准备好的那颗 ext4 磁碟，不管是 USB 随身碟还是外接硬碟，把它插上电脑。下一步，我们要来扮演一下侦探的角色，在 PowerShell 里面找出 Windows 到底给了这个装置什么样的内部代号。请在 PowerShell 里面输入这一串指令 get sim instance query select star from Win32 disk drive。这串指令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跟 Windows 说，嘿，把你电脑上所有接上的实体磁碟机全部列出来给我看看。指令执行之后，你会看到一堆资讯跳出来，别慌，你可以根据 model 型号或是 size 大小来判断哪一个是你刚刚插上去的磁碟。我们要找的就是 device ID 这一项，它的格式会长得像 //physical drive to 这样。把这个路径记下来，它就是我们通往 Linux 档案的钥匙。拿到这个 device ID 之后，最关键的一步就来啦。我们可以用 WSL 的挂载指令，直接告诉他，嘿，把这个实体磁碟给我挂到我的Ubuntu系统里面吧。这就是完整的挂载指令啦。我们来拆解一下 ，Mount 后面接的就是我们刚刚找到的 device ID，Dash partition 是指定要挂载的分割区编号，通常都是1，而 Dash type 则是明确告诉系统，嘿，这是一个 ext4 格式的档案系统哦。
按下 Enter， 如果没有跳出错误信息，那恭喜你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你现在有2种方式可以存取里面的档案。第一，你可以在Ubuntu终端机里面用传统 Linux 的路径去操作。第二，也是最酷的，直接打开你熟悉的 Windows 档案总管，你会发现左边的侧边栏居然多了一个 Linux 的企鹅图示，点进去就能看到你挂载的磁碟，还可以像操作低槽一样拖拉复制档案，是不是超级神奇？好的，如果你的需求只是要读写档案，那刚刚的步骤就已经绰绰有余了。但如果你是个进阶玩家，想做的不是只有读档案，而是要对整颗磁碟进行像是分割、格式化这种比较底层的操作，那 WSL 也完全没问题。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标准挂载和贝尔挂载的区别。你可以这样想，标准挂载是为了方便你存取档案，所以它会自动帮你把分割区挂好，而贝尔挂载呢，则是把整颗实体磁碟直接交给Ubuntu去控制，它什么都不会自动挂载，让你能够用 Linux 原生的工具来管理它。指令很简单，就是在我们原本的挂载指令后面多加一个 -bear 这个参数，这就像是在跟 WSL 说，你不用帮我处理分割区了，把这整颗硬碟的控制权全部直接交给Ubuntu就好。用 Bear 挂载之后，你就需要自己进到Ubuntu终端机下 lsblk 或者是 fdiskl 这类的指令，来看看这颗磁碟被识别成哪个装置代号，比如说 def/sdc 之类的。然后你就可以用 fdisk 或 markfs 这些工具对它为所欲为了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怎么样安全地移除这颗磁碟？请你务必要遵循正确的卸载顺序，这才能避免任何潜在的资料毁损，千万不能直接拔掉哦。这里的顺序绝对不能搞错，就像在玩俄罗斯娃娃一样，要由内而外，一层一层的卸载。第一，先在 Linux 里面告诉他我不用这个挂载点了。第二，再到 Windows 告诉他你可以把这颗硬碟从 WSL 中分离了。最后，才像平常一样，在档案总管里安全退出硬体。这个顺序一定要记得。那具体的指令是这样：第一步，在你的 Ubuntu 终端机里面执行 sudo onmount， 后面加上你的挂载点路径。第二步，回到 PowerShell 视窗，执行 WSL-onmount， 后面加上你之前记下来的那个 device ID。这2步都确实执行完毕之后，你就可以去档案总管按退出，然后安全的把你的磁碟拔掉啦。能够直接在 Windows 上面读写 Export 磁碟，是不是已经让你觉得很厉害了吗？但说真的，这其实只是揭开了 WSL 强大生态系的冰山一角而已。你还可以用它来跑 Docker， 安装一整个完整的 Linux 图形化桌面，打造一个无缝接轨的开发环境。WSL 不只是一个工具，它更像是一座桥梁，彻底模糊了 Windows 和 Linux 之间的界限。今天我们只是带你打开了一扇门，门后的世界还有多大，就等着你亲自去探索了。下次当你觉得2个不同的科技世界好像无法相容时，不妨想一想，或许那座桥梁也已经在悄悄地搭建起来了。